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9月5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9月1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57.26，收盘价是245.01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59.07，最低价是在242.01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7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1.325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21 倍量增。KD 值，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下，并且下穿了慢线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向下反转，并且呢即将开始下行的走势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快线的方向向水平方向发生了转折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的股价的短期多头趋势在减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9月1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是股价在突破后出现了向下反转的位置。那我们会看到8月29日这根 K 线啊，它是一根向上突破的 K 线。那然后呢，在9月1日，我们会看到股价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回档，或者叫反转向下。那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根 K 线呢，它的收盘价是跌破了5日均线值。那出现这样的一根反转向下的实体长红 K 线啊，日后如果股价不能够站上8月3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61，而继续维持多头的话，那么说明8月29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根假突破而真下跌的一个 K 线。对，所以说在从 K 线信息上解读啊，日后股价只有站上261才能够继续目前的短期多头趋势而继续上行，否则股价呢将会出现下行。那下行我们认为，如果跌破了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237，只要跌破这个位置，那么股价将会开启下行的走势。好，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，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9月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继续上涨，收盘价会在265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会在253。实际在9月1日收盘价是在245.01，出现了深度的回档，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叫下跌。那么我们预测的回档和实际发生的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跌呢，在点位上相差较大，本质也是不同的。那我们预测的回档是不跌破5日均线值，而实际发生的这个大幅的回档，它是跌破了5日均线值，下方是在10日均线值这个地方是得到了支撑。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，说出现这样一个反转向下的 K 线，日后股价如果不能够站上前高，也就是261，那么股价将会开启下行的走势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下行。
那对于9月5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下行，它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28，跌破228的目的就是要瓦解目前的这个短期多头趋势。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是自2023年8月18日以来这样的，我们会看到上方有头高，下方有底高，我们指的是这个短期多头趋势。一旦228被跌破呢，那将会瓦解这个短期多头的趋势。那么在到达228之前呢，20日均线值将会成为一个强支撑。好，同样呢，我们说强支撑不是说不能被跌破，强支撑它是重要标志。一旦20日均线值被跌破啊，我们说股价在回档，一旦出现上涨，然后出现回档之后，一旦跌破20日均线值呢，将会有转为空头的这样一个风险。对，好，那么228如果被跌破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前低212，跌破212的目的就是要恢复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这个空头趋势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两个目标，228和212。那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对于9月5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上行，目前的第一个目标将是261，是8月3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我们加一条水平线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把它定义为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的理由，就是目前股价我们会看到在8月29日是出现了突破了8月28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44这个位置。那通常突破之后，股价会继续上行。而目前突破之后，我们会看到出现高点以后，股价出现了大幅的回档。那这样一来，前高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志，也就是目前股价只有出现反弹，再站上这个前高261，那么才能继续目前的这个短期多头趋势。所以说261将是股价目前上行的第一个目标，就是要回后再上涨，也就是回档成功，继续短期多头趋势。如果261被战胜，恢复了多头趋势之后，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73，是7月25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我们把它变换一下颜色，它现在成了第二个目标。那么这个目标啊，它只是一个强压力，而股价如果上行的真正的目标应该是前高299.29。如果我们把日 K 线图缩小，我们会看到股价日后如果能够站上299这个位置呢，才能恢复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多头趋势，这是一个长期的多头趋势。所以股价如果恢复短期多头，也就是站上261之后，那它真正的目标是299， 273只是压力位。同样，上方的这个缺口还有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1号趋势线将是压力位，一样和273，这都是强压力，就是重要的标志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股价下行和上行的分析。我们再调整一下它。对，好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，在9月5日盘中，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位。在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
是在255这个位置，也就是在它的上方运行呢，那股价会收高继续上涨。如果在前一日 K 线的最低的下方运行，股价会收低。但是我们没有预料到股价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大幅的回档，对。那么对于9月5日，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242，我们调整一下这个水平线，242是这根含上下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的最低。那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呢？通常出现这样一根大幅的下跌的 K 线，又跌破了5日均线值，并且成交量是量增，那通常股价是要继续下行的。那么我们关注前低的目的就是，如果股价在9月5日盘中能够在前低上方运行，那么股价是很有可能出现反弹的。对，所以说我们要关注这个位置。当然，如果股价在盘中是在242下方运行呢，那我们认为很容易收低，也就是很容易会跌破20日均线值。对，那跌破20日均线值呢，那很容易会建立一个短期的空头趋势。对，这个短期空头趋势将是从8月31日以来的下跌。好，这是我们给出242，我们要关注这个位置的目的、原因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日 K 线图走势的分析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。好，对于周 K 线图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之前我们给出的周股价走势的这样的一个预测。首先我们先来看上方的这条绿颜色水平线是在246.5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股价上行收盘会收在它的附近。那么下方我们还给出了212，说股价如果出现了下行呢，会收在212附近。那么在周中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在241，也就是前一周这根绿 K 线的最高。那在前高上方运行是容易收高的，在前高的下方运行是容易收低的。对，那在8月28日当周，这根也就是周 K 线图里的这根 K 线，它是一根典型的天剑线。天剑线呢，它是一根直涨的信号 K 线。我们会看到在股价自2023年7月31日以来，一直到8月14日当周，出现的是红 K， 这样的一个连三红的架构是一个下跌的动能，也就是在8月21日当周应该是下行，或者至少是要有新低的出现。而实际在8月21日当周，股价是出现了反弹。那出现反弹之后，在8月28日当周是继续出现了反弹，然后呢，周的收盘价是站上了前一周 K 线的最高，是继续反弹。但是呢，出现这样一根天剑线，也就是含有长长上影线，那通常反弹的过程当中出现这样一根线形的 K 线呢，说明股价是要出现了直涨，并且当周的成交量是量增，那说明在这当周是股价在到达高点之后是有卖压出现的，也就是说，股价反弹的过程当中，只有站上7月3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69，站上这个位置才能瓦解这个连三红的下跌动能。所以股价在当周反弹在高位的时候是出现了卖压，然后周收盘价被压低，虽然是在前
一根 K 线最高的上方，但是成交量增，然后出现这样一根 K 线，也是一根直涨的信号 K 线。所以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啊，股价只有站上这根天剑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69，那么股价才能够继续反弹，否则呢，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回档的。回档就是要跌破5均值。对，好，那这是我们对前一周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在9月4日当周，开盘应该是在9月5日。对，那么我们继续给出股价走势的目标位，上方我们认为股价会收在，如果向上运行会收在250附近。对，下方我们认为股价收盘价会在232附近。好，那么周中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位，就是前一周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这根天剑线的最低，在235。好，我们来说明一下理由，就是在9月4日当周，股价如果能够在前低，也就是天剑线最低的上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收高，然后有可能会收在250附近。但是如果股价在当周在235，也就是前低的下方运行，会收低，股价有可能会收在232附近。那同时呢，我们也认为这个周 K 线图当中的20均值啊，将会成为支撑。那么这个周 K 线的20均值呢，我们测算其实就是在231附近。所以呢，我们认为当周很有可能20均线值是能够支撑住这个股价的。对，所以我们认为在前低下方运行，收盘会在232。好，这是我们对于周 K 线图的解读。那么在当周我们很有可能再回到周 K 线图来复盘。好，那么两条绿颜色的线，我们再重复说明一下，绿颜色的线250是收高的位置，232是收低的位置。周中我们要关注235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再来看月 K 线图。好，对于月 K 线图，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之前我们给出的目标位。那么现在是9月份，实际上我们是8月份，这根月 K 线图刚刚收盘。那在对8月份的月 K 线图我们预测的时候，上方我们给出了一个目标位是318，也就是在8月份股价呢，如果收高会收在318附近。那如果收低呢，会收盘在233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么当月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前一个月 K 线的最低是在254附近。254呢，为什么要关注前一个月 K 线的最低呢？因为这样一根叫做含有长长上影线的这样一个小红 K 线，对月 K 线图它是小红 K 线，那么这是一根直涨的信号 K 线。我们会看到从5月份、6月份，实际上在之前一直是上涨，在4月份出现了回档，然后5月份开始出现了上涨，那一直连续涨了2个月，那到7月份，这是一根直涨的信号 K 线。好，那么直涨的信号 K 线呢，在8月份我们说只有
站上它的前高才能瓦解这个止涨，对，否则会出现回档。所以在我们给出的这2个目标位同时这个观察位，那么在8月份周 K 线图它收了一根吊人线，吊人线就是说没有上影线，即使有呢也是很短，下影线很长，至少是实体的2倍以上。那出现吊人线通常是在高档，如果在高档出现吊人线，这是一根反转向下的 K 线，那日后股价会出现下行。那当然，如果是日后或者接下来一根 K 线，如果能够站上这根吊人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66这个位置，那这根吊人线呢，又将会成为一根叫做我们说遇支撑而反转向上的 K 线。对，所以说呢，目前对于9月份当月来说，股价只有站上这根吊人线的最高266，才能瓦解这个下跌的动能，而成为一个回后再上涨的一个起涨的 K 线。但是如果股价收低，我们说跌破了这根吊人线的最低，也就是212呢，那么后续对于月 K 线图来说，股价会进入到下行走势，对，也就是出现更大幅度的下跌。好，那么对于9月份，我们给出目标位，上方股价如果收高，会收在274这个位置。好，下方我们给出的目标位是在238，我们提升它到238，也就是如果收低呢，有可能会收在238这个位置。那么在月中，也就是9月份当月，我们要关注的位置是250。我们说一下理由，250呢是9月份当月生成的5均值的中线。那5均值是在我们测算是在245到253之间，那么我们正好也取一个整数关口250，也就是说在9月份当月股价如果能够在250上方运行，会收高，收在274。如果是在250下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会收低，会收在238附近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周 K 线，这是我们对月 K 线图的分析说明。好，那么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5%的多头仓位是在8月29日收盘价257附近进场的，因为这是一根向上突破的 K 线。然后在之后的交易日，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一直是237。上方的目标呢，我们给出目标的获利位置是在273，在这个位置。那么我们会看到，在9月1日收盘价是在245，那么它没有跌破237，所以这个仓位是还在持有。那么对于9月1日收盘价的245的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做多或者说是加仓的，因为出现这样的 K 线，股价很有可能会继续下行，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做多或者是抢反弹的。那对于9月5日呢，这5%的多头仓位，我们继续给出的止损位是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低，是在237附近。也就是股价收盘价一旦跌破这个位置，
那么这5%的仓位要即刻出场。好，当然如果仓位资金不大，说还可以承受的话呢，我们说也是下方可以守228的，或者是可以去长期持有。对，因为特斯拉股价，我们认为股价目前的这个股价还是在相对比较低的一个位置，还是有上涨的空间的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多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说明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对于9月5日开盘之后一直到上方251，我们认为会一直有空头的进场或者是加仓。那么他们的目标就是下方的228，甚至是212。那他们的回补位目前应该是在261，也就是目前空头要守的位置是261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9月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那我们在给出预测之前，我们先来看看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在250到253之间。第二个压力位是261前高，第三个压力位是263，是这个强压力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前一日 K 线的最低，是在242到244之间。对，然后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和这根绿 K 的最低，是从237到240。第三个支撑就是228。好，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，我们给出9月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2个可能，一个是股价会下行，下行呢我们会给出2个点位。首先说第一个点位，那如果股价下行，它将是一个低开盘或者是小幅的高开盘。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51，然后下方最低会回踩到238.5，在这个位置，收盘会收在239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51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行。那第二个点位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。如果出现大幅的下跌，它将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，甚至有可能是跳空的低开盘。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43，在这个位置，下方最低会到达232。然后收盘会收在233附近。那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跌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大幅的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4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大幅的下跌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可能下跌2个点位。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。如果出现反弹，它将是一个高开盘，或者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。那股价在盘中最低会回踩到245，对，然后呢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53，收盘会收在250附近。然后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44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
才会出现这样的反弹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9月5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